你是否曾在繁忙的日常中，感到内心的声音被生活的喧嚣所掩盖？或许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你曾怀疑自己是否错过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机会。其实，这份怀疑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，尤其是在那些孤独与失落时刻，我们会感到心跳变得微弱，彷佛与内心的渴望渐行渐远。然而，当你开始聆听宇宙的脉动，感受它的能量，你会发现，即使没有美好的结局，每一段旅程和陪伴过的人都值得珍惜。宇宙是一个无限的能量场，时时与我们共振，回应我们内心最深的愿望与恐惧。根据吸引力法则，这个宇宙不会对我们的需求充耳不闻，相反，它会根据我们所散发的能量来回应我们的现实。当我们专注于匮乏和焦虑时，我们吸引到的只是更多的压力和失望。但当我们选择改变心态，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爱、丰盛与希望上，宇宙便开始回应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将奇迹带入我们的生命中。试着回想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，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，朋友的一句关心，陌生人无心的微笑。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是宇宙在提醒你，它在那里与你共鸣。它告诉你，无论你在怎样的逆境中，都有力量保持心跳的震荡，持续前行。因为宇宙不仅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，它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伙伴，时刻陪伴着我们，帮助我们实现梦想，并度过黑暗时光。然而，想要真正改变现状，第一步便是意识到自己的心声和内心的故事。这些内心故事常常是限制我们前行的最大阻力。社会、文化和成长过程中内化的信念，让我们不断怀疑自己：我不够好，机会早已溜走，我不值得拥有幸福。这些限制性的想法，如同无形的锁链，将我们困在自我设限的牢笼中，无法实现潜能。但如果你开始质疑这些信念呢？如果这些故事不过是心灵投射出的幻象，而非真理，当你质疑并打破这些信念的束缚，你便会发现内心的自由。那一刻，你的心跳会恢复它应有的频率，与宇宙重新对齐。这种改变并非易事，因为我们的心智习惯于追求熟悉感，即使这份熟悉感来自那些负面的故事。但每当我们开始质疑这些故事，宇宙就会提供新的可能性，将丰盛的能量注入我们的生活。举个例子，你是否曾梦想过新的职业生涯，找到真挚的友谊，或是跨越自我的局限？这些梦想并非遥不可及，它们是你与宇宙共创的结果。当你选择相信并接纳自己值得拥有这些梦想，你的能量频率会改变，开始吸引到更多的机会与人脉，帮助你实现这些愿望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奇妙之处。宇宙并不计较年龄或时机，它只回应当下的能量。当你的内心满载希望与爱，这些情感将如同信号，传递给宇宙，召唤它的回应。一旦你愿意打破旧有的思维框架，就可以开始重新撰写心中的故事。这是一个从意识到潜意识的转变过程。你可以试着每天花几分钟时间，练习冥想或视觉化，生动地想象自己所期望的未来，它的样貌、感受、声音和气味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不仅仅是在做白日梦，而是在向宇宙传达你的渴望，并让内在的震动与这种渴望对齐。此外，感恩之心也是与宇宙连结的重要途径。当我们心怀感恩时，我们告诉宇宙，我们已准备好接受更多的祝福。这是一种正向的循环。当你感恩于当下，宇宙便会给予更多值得感恩的事物。这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，选择相信自己值得一切美好，
选择对未来抱持希望。当然，我们无法掌控每一个相遇的结局，但我们可以学会感恩每一个陪伴的片刻。即使有些人无法陪我们走到最后，他们的出现也让我们成长，变得更坚韧。这些人和事，无论美好或痛苦，都是我们与宇宙共创的见证，成为心跳里独特的共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学会了珍惜当下的每一份关怀与支持。宇宙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牵动着因果链，让我们的内心与外在世界产生共振。当我们相信宇宙的智慧和时间安排，它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回馈。有时候，生活的艰辛似乎无处不在。我们在面对苦难时学会忍耐，学会坚持。但我们必须知道，忍耐并不是一种美德，而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。宇宙与吸引力法则教会我们更深的智慧，不是让我们单纯忍耐，而是要学会在忍耐之中发掘力量，塑造我们的未来。宇宙是一个广袤无边的能量场，其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它像是一位耐心的导师，等待着我们向它发出信号，让它知道我们真正渴望什么。吸引力法则的核心便是我们的思想和意图。当我们专注于某个目标时，宇宙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我们。忍耐本身并非目标，而是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信念和专注的工具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艰辛如同无形的锁链，将我们困在一个仿佛无法摆脱的现实中。这时，我们容易误以为这些限制是真实的，甚至是不可避免的。但事实上，这些限制只是我们头脑中建立的幻象，是我们在过往经验中内化的信念。宇宙并不遵循人类线性的时间概念，也不认为太迟或错过机会是真实的障碍。在宇宙的眼中，我们始终在正确的位置，经历着应有的学习与成长。忍耐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给我们时间和空间，让我们变得更坚强、更成熟。每一次的挑战，每一次的失败，都是宇宙在向我们证明，我们有能力去克服、去改变、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。可是，光是忍耐是不够的，真正的突破来自于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潜力，并主动去改变现状。吸引力法则的第一步是意识到我们拥有的力量。我们的思想不仅仅是随意的念头，而是我们向宇宙发出的讯号。当我们持续专注于贫乏和匮乏，我们的能量频率会与这样的现实匹配，结果就是吸引来更多类似的经历。相反的，当我们专注于丰盛和可能性，并真正相信我们值得这一切时，宇宙便会回应我们的信念，让我们的梦想逐步实现。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，而是提醒我们即使在苦难中，也要保持对梦想的专注和信心。每一个让我们感到无助和困惑的时刻，都可以转化为成长的机会。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面对逆境时会变得更强大，更因为我们开始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并重新书写我们与宇宙的沟通方式。让我们来探讨如何运用这个法则来瓦解我们的限制性信念。当我们听到脑中传来“我不够好，我无法实现梦想”这样的声音时，要学会停下来，问自己：这是真的吗？这些信念常常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残留，并不是事实。当我们开始质疑这些念头时，我们便为新的可能性打开了门。吸引力法则与心理学中的自我效能理论有着共通之处。心理学家们发现，人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行动和结果。当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时，我们的行动也会随之而改变，最终导致更积极的结果。而当我们处在一个消极的思维模式中，即便有机会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也很难去抓住它。因此，忍耐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答案，而是一个过程。
我们要学会用忍耐中的时间来反思，来重新编写我们对自己的故事。这个过程中，视觉化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工具。每天花几分钟时间，闭上眼睛，生动地想象你渴望的生活，让自己感受到那份喜悦、自由和满足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正在向宇宙发送清晰的信号，告诉它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，但它是值得的。当我们逐渐用正面的信念取代过去的限制性信念时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开始变得不同。我们不再仅仅忍耐，而是积极地参与创造我们的现实。我们的行动和决策开始从一个更有利的地方出发，宇宙则以其无限的智慧和能量回应我们，让机会和奇迹不断出现。宇宙并不是一个冷漠的力量，而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它愿意给予我们真正想要的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并采取行动。这种信念不仅是精神上的寄托，也得到了量子物理学的支持。研究表明，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理状态，甚至影响我们周围的能量场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用积极的思想和情感填满自己时，世界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们。最后，我们要记住，忍耐并不是目的，而是一种准备。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在忍耐中保持的希望，和在逆境中寻找机会的能力。当我们把忍耐视为一种工具，而非目的本身，我们便能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的道路。这是一条充满挑战和成长的旅程，但也是一条可以带来丰盛和实现梦想的道路。所以，当你下一次面对困难时，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是我真正的信念吗？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然后把这些念头转化成对宇宙的清晰讯号，告诉他你准备好迎接下一个阶段的丰盛了。宇宙会以它独特的方式回应你，带来你所期待的机会和成就。当我们每天面对生活与工作的情绪挑战时，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但无形的概念——情绪劳动。它是一种无形的负担，像看不见的重量，默默压在我们的肩膀上。无论是保持面带微笑，即使心中波涛汹涌，或是在冲突中理解对方而抑制自己的情绪，这都是一种隐藏的付出，需要极大的心力。然而，许多人忽略了这点，认为情绪的维持是理所当然的，却没有看到其对心灵与身体的潜在影响。我们的情绪与生活息息相关。现代社会节奏快，压力大，导致人们在工作中要时刻保持专业与耐心，甚至在个人生活中也需表现出无限的包容与体谅。然而，当我们一次次的压抑、忍耐，情绪累积成山，最后可能会导致情绪崩溃或心理健康问题。此时，认识情绪劳动的重要性便尤为显著。它提醒我们，心灵的劳动与身体一样，需要适时休息与调整。宇宙法则与情绪的连结中，吸引力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吸引力法则教导我们，心念与情绪振动会影响我们所吸引到的事物。当我们持续压抑并未解决负面情绪，内在能量场便散发出负面的振动，这会吸引更多压力和负能量。反之，当我们学会尊重自己的感受，让自己从压力中释放，则会开始吸引积极的改变与机遇。我们的情绪是宇宙赋予的自然反应，无论是悲伤、愤怒、焦虑还是喜悦，都应该被理解与尊重。试想，当一个水池无法释放多余的水流，它终将满溢。同理，情绪的抑制若不找到出口，便会在心中积累，导致情绪崩溃。这时候，我们必须学会在适当的时机释放情绪，不管是借由写日记、冥想、运动，还是与信任的朋友交流，都是调整心境的有效方法。当你开始认真面对内心的声音，
学会释放情绪，你会发现这并非只是让自己不受伤害，而是让你与宇宙形成共鸣。当我们释放情绪，让心灵回归平静，便能更清晰地与内在和宇宙沟通，从而吸引更多的积极能量与美好机会进入生活。这就是所谓的心灵共鸣，与宇宙的能量场同步，让我们成为吸引力法则真正的掌控者。宇宙不断回应我们的思想与感受。当我们的内在充满压抑与恐惧，宇宙则回应相应的挑战。相反，当我们在困难中仍能保持希望与正面的情绪，宇宙便会安排更好的道路与机遇。这便是吸引力法则的核心。我们的情绪与想法塑造了我们的未来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感到负面情绪，而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与处理这些情绪。与其埋首于压力与愤怒中，不如将它们视为提醒我们需要休息，需要重整。接纳自己的感受，理解情绪是一部分的我们，并允许它们流动与释放，这才是走向内心平静与丰盛人生的第一步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思维与情绪是塑造人生的利器。当我们专注于正面的思维，内心散发积极能量，宇宙就会以相同的振动频率回应我们。你可能会疑惑，如何在负面情绪缠绕时保持正面思维？这便是自我调整的重要性。简单的练习如每天感恩3件事，或冥想时专注于吸入正面能量并排出负面能量，都能帮助我们调整心态。感谢宇宙给予的每一刻，即便是挑战，因为它们也在成就我们。感恩让我们与宇宙的丰盛频率对接，吸引更多幸福与机遇。在日常中，别忘了给自己留下一段放松的时光，无论是泡一杯热茶，静静地阅读一本书，或是聆听你最爱的音乐。这些时刻不仅是自我充电，更是告诉自己，我值得这份平静与幸福。当我们懂得放松，宇宙便能在我们内心打开一个空间，让正能量流入，带来无尽的可能。每个人都有资格拥有丰盛的生活，而情绪劳动不应是永无止境的负担。记住，当你努力维持情绪平衡时，不要忘了你的感受也是很重要的。用心倾听自己，释放内心的压力，你便能在这片宇宙中找到真正的自由与力量。每一次情绪释放都是与宇宙重新连结的机会，让你走向更高的共鸣，迎接那充满丰盛与希望的未来。总之，当你感到心跳微弱、无力前行时，请记得宇宙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等待你的回应。它愿意为你提供支持、机会和丰盛，只要你敢于打开心门，倾听内心的声音。当你将心中的恐惧转变为爱，将怀疑转化为信任，你将发现生活中的奇迹无所不在。所以，让我们勇敢地珍惜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陪伴者，保持心脏的震荡，相信宇宙的力量。有人总会与你在这无尽的共鸣中并肩前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